欢迎两位哈，两位怎么认识的呀？我俩呢是因为说那个驾校，然后考那个车本啊，然后那会儿认识的。一个驾校的是吧？对。对。谁追的谁呀？我追的他。呀，当时是怎么个情况啊？那会儿就是说那个练车嘛，就比如说无聊，然后就是一堆小姑娘里，就说她长得好看，然后就成天有事没事找她搭讪，这不一来二去就这么给那啥嘛。哎呀，你倒挺坦诚的啊，并不是一个目标，而是在一堆里面选了一个目标。你当时怎么看上这小子了呢？我就那时候心情也特别失落嘛，因为刚认识他那会儿，跟我就是以前的前男友刚分手，然后心情也比较失落啊。然后他有陪我一块儿喝酒啊，逗我开心呐，然后就不是你跟前男友为什么分手啊？就他骗我嘛，我俩认识了4、5年了，就已经快差1个月就已经快领证了啊。然后我就发现他骗我，就是因为我俩处对象那时候他，说他自己有一套房，然后后来就快结婚了。知道这套房是他自己租的，不是自己的，然后我俩就因为这个分手了。那时候就特别受伤，就是心理上特别的那个受挫。然后他出现，感觉他特别仗义嘛。然后那时候我也跟我前男友赌气，然后就自己买了一套房，付了首付，然后还有一部分尾款就是走的那种按揭。然后他那时候他也是租房子住，然后他就提出来，就主动提出来说要跟我合租，然后帮我承担一部分那个贷款。我就感觉他这人特别仗义，挺够意思的。就因为这个好啦？对，但是也不光因为这个吧，就是特别喜欢他，就是这种性格，就是挺特别直爽。等于说很多复合因素结合在了一起，让你决定那个。对。资料上面说你比他大3岁是吧？一开始就知道你比他大吗？就因为这个，他才带我来这儿的嘛。咋了？他老是骗我，就比如说这个年龄吧，就我俩刚认识那会儿，他就说比我大1岁，然后后来我俩已经交往了3、4个月了，然后考完驾照，那个驾照上不有年龄，就发现比我小3岁，然后我就挺生气的。怎么想着骗人家啊？在年龄上？不是主持人，他当时吧，就是说他问那种语气吧，就是那种说你有我大吗？你多大？就是这种语气，然后脑子里下意识这么一抽，然后我就跟他说我比你大，我肯定比你大嘛，是不是？再说吧，就是以我对他的了解吧，他就说不能说接受，就是说年龄比他小的。行，反正在年龄上面你刻意隐瞒了他，对吧？就不光这个还骗我，不光人的年龄骗我，连狗的年龄都骗我。就有一次吧，他领回家了一只哈士奇，然后我就问他这狗多大了，他说1岁多了，我就纳闷了，我说你为什么不买来一只小狗，然后会买一只成犬呢？然后他就说啊，这大狗好养，已经经过训练了，时间长了吧，这狗就没感觉多好养，也没感觉说经过训练了，这狗就没事的时候就在家那个咬家具角，我就想把这狗送走，然后他就死活不送走，就因为这事儿老是吵架，老是吵架。拿回家养了就应该一直养到底嘛，对不对？主要是这狗他后来说实话了，是他和他前女友养的。不是主持人，这个狗吧，我不是说有意说骗他，因为本身我吧，我跟他的吧都挺喜欢这狗的。那你能养得了我和我前男友养的狗吗？你养着不堵心吗？狗它是无辜的，是不是？狗它没招你没惹你啊，你就可以说把它说是我跟我一朋友养的狗。再说这狗我是说从小养到大的，挺喜欢。这个也别强词夺理，总之是你做的不好。这些都不算，还有就是，比如说这1次性、2次性，就事不过3吧。还有第3次，就是最近最气人的事儿，就是有一天回家，然后突然跟我说他想换辆摩托车，因为他是跑外卖的，说想要一辆摩托车，把手机拿出来给我看那个摩托车那图片。他朋友手头紧，急需要用钱，然后就想把这辆摩托车处理了，1000块钱吧就卖，我就不同意他买，然后他也没经过商量，也没经过同意，就把这辆摩托车买了，然后骑了不到1个月，这辆摩托车就被扣了。为什么呀？因为那车吧，是我本身吧，就是我挺喜欢摩托车的，我有那个摩托车那个本儿，然后我在唐山这边送外卖，偶尔骑摩托车，好歹你也是生活有点激情嘛，然后跟他商量，然后他就不同意，然后我吧，毕竟说特别喜欢，马上他就买了，我是从那个网上买的，新车得小1万块钱吧，然后他这个旧车就得说6000多块钱，
买下来以后，然后就因为是那个证件不齐全，然后就被交警给扣了。就是不听话呀，就是不听我的话，一不听话他就倒霉。现在他目前的状况就是工作没了，外卖也不送了，就天天在家待着打游戏。为啥工作没了呢？因为我是那个送外卖的嘛，得先有居啊，是不是？嗨，你没居你咋送外卖呀？再买一个居呗，那怎么办？因为我之前那电动车吧，就是买那会儿摩托车的时候，就是手里头那个钱不多，然后就说把那个电动车就给卖了，然后再加上我自个儿一些存款，好不容易买了个这车。现在就是房租也不交了，生活上的所有的费用都得我承担，现在就是我在养着他。你借点钱给他，让他买一个居，接着跑外卖。我接不了他，自己做的事儿要对自己负责任。他还特委屈呢，他现在他还特委屈呢。我在家时候待着这2、3月吧，就是说缓缓，打算说下一步说干点啥。不跟你说我这么大个大小伙子说一直送外卖是不是？然后吧，他就感觉说日常开销和这个贷款他这方面我就是没法给他帮忙了。我感觉他吧就是有点那种现实。然后就跟我说吵架闹矛盾。我现实并不是因为你不给我还贷款了，是因为你现在没有上进心，没有工作。男生觉得委屈对吧？对，就觉得女生你一没工作了，他怎么就要跟你分手是吧？对，他曾经给我提过分手，我琢磨是说，因为他这个经济压力太大了然后我就琢磨是说，因为我老家嘛，我太原的老家有套房子，我父母给我准备的婚房，我就说等咱俩结婚以后吧，把这房子卖掉，把这笔钱拿过来给你把房贷给你还上。我就琢磨说，这不是挺好的事儿吗？可能说你也不会说再跟我吵架闹分手了，然后再你怎么知道结了婚之后就可以把房贷还上，房子可以卖呀？我拿什么相信你？不是主持人，你看这个，他是说跟钱结婚呢，还是说跟我结婚呢？瞅不着这笔钱就不跟我结婚，还是咋的？是不？哎呀，这个问题本来是简简单单的，越聊越复杂哈。姑娘，你回答一下他的问题吗？我现在跟他看不到希望，我并不是说因为他没有钱了我不跟他交往了，而是我跟他现在看不见未来，因为我之前就被骗过。所以你现在的态度是坚决分手，对，是吗？对，还有就是我不想以后结了婚之后，就是因为这些柴米油盐成为我们之间感情的杀手，我不想这样。那结婚不就是柴米油盐吗？柴米油盐不伴随一个人一辈子吗？但是生活就是很现实呀。以前吧，那会儿就是我跟他一块儿，我俩就是还这个房贷的时候吧，我感觉他也没说这么现实。然后自从就是说这事儿出来以后吧，然后他就变得特别现实。也许他没那么现实哈，就替他说一句，也许他没那么现实，但是在这个时刻提出来，显得就特别现实，这是其一。其二，女生没有考虑到，其实这是你的男朋友现在人生最艰难的时刻呀。人在最难的时候不应该共同度过吗？我也要求过，就是说让他去找一份工作，然后先干着，自己再想点自己想干的，学一点。我现在是在想，这3个月我不是说在家说待着啥也不干，我也是说做那游戏代练，只是赚的不多而已。行，就说没办法说帮你。女生是坚决要分手的理由是男生欺骗了你。对。男生是坚决不分。对。不分手的理由是说，其实你们之间有爱，只是因为你现在没工作。对，如果你有了工作，一切都会改变，是这意思吗？对。好，老师们看看应该怎么办吧。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我们先来说说谎言这件事儿啊。从一开始这段感情开始的时候呢，你就对女生有撒谎的这样的一个不好的事情。谎言它只是一时的风平浪静，甚至呢只是暴风雨前的片刻宁静。但是你发现这个谎言撑不了多久被揭破的时候，没办法，你就得把真相掏出来了。可是这个时候你掏出的真相，在对方眼里是什么？他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相，他就在想，到底哪个是真的，哪个是假的？所以你们的关系从一开始的时候就不是很真诚的，不明朗。他又是曾经受过欺骗的。所以一开始，第一年龄，第二宠物，第三是摩托车等等，这1件2件3件事在他心里，他就已经开始对你打折扣了。最后打成负分了的时候，正好处在了你人生可能比较艰难困苦的时候。再来说，她可能就是一个很务实的女孩。你自己想想，你在家闲了多长时间？这些时间里面，
你是不是真的有为他、为你们的未来做了一些努力？但是，女生我也有一点想说的是，我觉得你在整个感情当中，可能一开始就没有那么投入，你在观察，默默地看着这个男人怎么样，有没有符合我心中的那个要求和标准。我们不说这个不好还是好，但我也觉得你对待这段感情应该相应的更真诚一些。如果你更真诚一些的话，我想最后在他心里不会有对你这样一个印象，对不对？因为你一开始人家帮你还房贷什么的，对吧？你就那么好，那最后人家现在还不了了，势必会让人抓住你这一点。就是我明白，就势必会让人抓住你这一点，说闲话的，对吧？所以两个人如果没那么都真诚一点就可以了，好吧？谢谢。男生在女生处于低谷的时候出现并在一起，女生在男生出现低谷的时候提出分手，也许真的是不合适。我们把时间轴再推到你们刚认识的时候，女生的情绪正在最低点，可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男生是趁虚而入，并且是投其所好。在这种状况下，女生最大的问题点就是那个还贷，因为你让自己马上面临了一种经济压力。他进来帮你分担，此时这个男人是带着光环来的，他帮你解决了所有的问题，从经济上到感情上，所以你对他的期望是非常高的。但实际呢，你们进展过于的迅速，以至于短时间内你发现了他身上很多的问题。而真正能够发现问题，或者说发现你们感情上的问题，就恰恰就在于是否遇到困难，比如说他的失业。但此时其实如果你们真是说感情有一定的基础的话，一定会商量出办法共同面对。但是你又马上做出了分手的决定。同样，可能当时男孩还沾沾自喜啊，你觉得嘿，这么快就能追到一个这么好的女孩，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他看上你的是什么？是你这个人本身，还是说当时你显示出来的状态？你使用了技巧，你走了捷径，你知道这个女孩感情上正处于一个茫然期，经济上正处在一个困难期，你呢投其所好。可是很显然你跟她在一起之后，你会发现经过了简单的这种磨合，出现了问题，她无法跟你共同面对。所以说这段感情本身就是一个错误，真的是不合适。就这样。其实对于女生来说，我觉得这个男孩的出现只是一种疗愈的功能。当你认为上一段恋情给了你一个重大的打击，然后迅速出现了一个看起来还不错的男孩，热情愿意帮你分担，所以你不加思索就接纳了这个人。其实我想说的，你可能一直以来感情的模式就是这样，当你的热情上来的时候，不管不顾，也不去做考察，也不去细思量，就如同上一段恋情，那个男孩居然能说有房子，实际上是假的。其实这个男孩他在你们感情当中所撒的谎和那个是类似的，就是那只狗拿来之前你没做调查，不跟他一起去看，不一起买，说明你对生活的细节和对对方的关注度真的不高。其实我是在提示你啊，我们真的如果这段恋情结束了，再开始一段恋情，不要那么急急忙忙的就进入所谓你认为可以的爱情中，先观察，先去注意细节，先判断，别找后账。你的上一段恋情和这段恋情其实都在找后账，就像你分手那段恋情一样，你足够爱他，你的房子没有，那好，我爱你，那我也原谅了你，我们共同奋斗去买一个呀。其实你都在找后账，当你发现他是这样一个人，你是不堪接受这样的后果的。所以如果再谈爱情，不要那么轻易，先去了解，认定了再在一起，在一起了就不翻后账，就去接纳他的缺点，包容他的缺点，共同成长。这是我给你的建议。男生呢，其实我不跟你谈这段感情你应该何去何从，我想谈谈你一直以来做事的方式。徐总说你在爱情中找捷径，没错，但你不仅仅是在爱情中找捷径哦，你看看你人生的模式一直都是不走寻常路，就想走捷径。
你要买一辆摩托车，你好好攒钱，正正常常去买一个二手车不好吗？一定要走捷径去买手续不全的便宜啊。然后呢，捷径走得通吗？生活中没有捷径，只有我们一步一个脚印，踏踏实实面对工作、生活、爱情。所以你要调整的是你的生活方式和你对待人生的态度，好吗？谢谢两位。你怎么老是上当受骗？我傻吗？会被骗的人都是因为喜欢占便宜。我不相信可以不劳而获，我不相信天上会掉馅饼，我就不会上当受骗。恰恰是自己内心有了欲望，对于爱情有了物质化的解读，你才会在情感上被人骗嘛。他也是一样的，其实你也骗了他，难道不是吗？你骗他是骗了什么？你没那么喜欢他。我原来经常说一句话，我说我不会随机应变，你也不要趁人之危。如果每个人在一段感情结束了之后，还没有完全痊愈的时候，有一个人闯入进来，如果你对他说这句话，瞬刻你就有了爱的尊严，你就有了清醒自己的时间，也告诉别人，我现在这种时期你进入是不合适的。可是你是敞开门让他进来，你在告诉他，我需要疗伤，我需要帮助。那你不可能说那会儿需要人家，这会儿不需要人家，就把人家给赶走了。承认自己在这段感情当中有一点功利化吗？有就直白的说，但改过来就好。因为如果你不说出来的话，这个男生还会执着地认为你喜欢他，事实上你没有。人有的时候在跌入人生低谷和进入一些劫难状况的时候，是很容易喜欢一些善良的人，但善良并不代表爱。如果今天决定要离开，不要给他任何错觉。如果女生做出任何选择，希望你能够安然接受，不要像她的前任一样，好吗？就这样。这对反映出来的问题好像是在很多情侣身上都出现。现实没有什么不好，但是太现实一定不好。为什么会这样？为什么很多男生会骗呢？我有一套房子，我结婚之后会给你什么？因为是不是在你们脑海里没有这些女生是不会喜欢你的？不是我吧，我那就不是说故意的要骗她，然后我那只是说瞒她而已。瞒不就是骗吗？行了，别偷换概念了，小伙子，骗就是骗。女生也是一样的，女生我需要这种物质啊，其实没有那么需要。我没有他的时候，我照样可以还得起房贷。这就是我说的下一个问题。没有房子你就没有人生了吗？租房住的人生就不是人生了吗？一定要买一套房子来住才是人生吗？但是那样没有安全感。那是你没有安全感，是你的生活里面除了焦虑你没别的，因为你所有的东西都压在了一套房子里。有一套房子就幸福吗？你现在有了安全感吗？有吗？安全感更低了。下一场恋爱的时候，也许你还害怕那个男人是为了骗你的房子，还要跟你怎么样呢？别太现实了。小伙子也一样啊，谈恋爱的时候是什么就是什么，稍微美化一些可以，但是如果你改变了事实的话，那就叫欺骗。不是，我感觉吧，我这就是没有说改变太多啊。行，你那个标准跟我们的标准是不一样的啊。这是我曾经养的一条狗，没处可去，我带回来了，而不是我要买一条狗。行了，我们不探讨细节了，细节你们自己去深究。好，我们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，真情60秒。我吧，其实吧，我就是感觉吧，我那不是说故意骗你，我只是说有意的瞒你而已。我就是说怕你说知道以后说生气，我这么做的目的只是说不想让你离开我而已，没有说那刻意的说骗你。这段时间挺感谢你的，其实我真的有喜欢你，就是不合适吧，就觉得你挺孩子气的，但是
又有时候又挺纠结，就下不了这个决定。哎，来吧，开箱吧，看看你们爱的记忆是什么。来，男生解读一下你的记忆是什么呀？是个什么呀？那是？他那个吧是水卡跟燃气卡，然后还有说我们家那钥匙啊。以前吧就是我跟他一块还这个房贷，然后生活上一切开销都是说我跟他共同来。但是现在吧就是说我失业了，处于我人生一个低谷当中，我说他还不了了。毕竟那东西是刚说我从他手里拿的，现在呢就是我给他。如果他说原谅我，我希望说他能把那东西给我。啊，先还回去，表个态，我绝对不死缠烂打，是这意思吧？对。来，女生是什么呀？那是一个温度计，就有那么一次吧，然后我身体特别不舒服，我也不知道我发烧了，然后他打电话，我就跟他说，然后他就放下手头的工作，就过来就给我买了一个温度计，还有一些药，我就感觉那一刻，我就特别想嫁给他，然后，所以老师说你说的也对呀，你冲动啊。然后就是因为这个吧，他就做工作上就被投诉了，然后还罚了挺多钱，然后，哎呀，反正谢谢你，你该去寻找自己的幸福。行了，回去吧，两位。来，请关门。来，看选择，请开门。来吧。就当作从没有在一起，好不好？